嫂子想把我出钱给他们装修的房子借给他结婚。上市，我劝他不要借，给他分析利弊，他满口答应，转头去告诉他娘家，我爸站在他的房子不许借。当晚他就带着他递上门来教训我，说我想害他们老何家断子绝孙。推荐中我被嫂子故意绊下楼，导致我全身瘫痪，口不能言。我妈竟然听从嫂子的话，将我接回家放弃治疗。最终我大小便失禁，长满褥疮，无人问津，惨死在燕巢市的地下车库里。再睁眼，我又回到了我妈和我嫂子劝我出钱对我哥装修那一刻。这次我选择冷眼旁观，就让他们相互狗咬狗吧。来亚杰，多吃点，你看看你嫂子多疼你，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在睁眼前，不是腐烂发臭的被褥，而是一桌精美的饭菜。我一直到我重生了，看着眼前一脸讨好，因此给我家财的妈妈，我怎么也不明白，明明同样是儿子，但他却为了他的宝贝大儿子和未出世的大孙子，连同兄嫂害我惨死。回过神来，我背背一笑，结果他夹过来的菜却并没有动筷子。妈妈似乎有些意外我的反应，但很快又恢复了笑容。亚杰呀，妈妈试探性的开口了，你看你哥哥和嫂子的新房还没装修完，你不是有点闲钱吗？你能不能拿出点给他们装修一下？这次我只是冷冷的看着他们，没有说话。武微微侧头，目光落在对面坐着的何昭的身上，他正用那双含笑的眼睛看着我，他的嘴角挂着一丝得意的笑容，仿佛已经胜券在握。何朝娣轻轻地握住我的手，以一副亲如家人的态度说，弟弟，嫂子是真的想和你成为一家人的，我们一起努力把这家经营的和谐美满。然后他开始画大饼，男孩子嘛，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我和你哥都打算尽快把房子装修好，给你留个房间，以后你在外面遇到挫折或者想家了，随时都可以回来住，这里永远是你的避风港。上一世我就是被这样的温情所打动，才会毫不犹豫的拿出钱来给他们装修，重生一次。这一世的我怎会看不出他这笑容背后的算计？一起经营这家嘛。我微微一笑，目光在何招娣的脸上停留了片刻，连婚房的钱都要我出，嫂子难道是想跟我哥离婚嫁给我吗？我的话让何招娣的脸瞬间僵硬，她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妈妈也愣住了，她瞪大眼睛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一向任她摆布的我竟然敢这样跟他们说话。餐桌上的气氛瞬间变得干大起来，何朝娣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她努力保持着笑容，但眼中的怒火却越来越明显。亚杰，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妈妈试图打圆场，招娣她也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好，为了家好。我冷冷的笑了笑，那是你大儿子，不是我的大儿子，你这么想为家好，怎么不拿出自己的钱给他们装修？我的话让还在伪装着我妈彻底弄了，他们的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怒骂，一个垃圾堆里没人要的破烂货，你不会我宝贝儿子装出钱谁出钱？你以为你来这个家里就是来享福的吗？我吃垃圾堆里没人要的破烂货吗？我呆立在原地，心脏仿佛被重锤猛击，从小到大，我就像是家里的透明人，妈妈的心始终偏向哥哥。小时候我常常站在一旁，看着妈妈温柔的为哥哥整理衣领，为他准备最爱吃的食物，而我只能在旁边默默的看着，心里渴望着妈妈也能为我振作。爸爸在世时，妈妈的行为还有做收敛，但爸爸因病离世后，妈妈的态度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仿佛我成了他发泄情绪的出口，只要稍有不顺心，就会遭到他的责骂，甚至动手打我。而哥哥呢，无论他做什么，妈妈都只会宠溺的笑。小时候的我常常在想，是不是只要我变得足够优秀，妈妈就会改变对我的态度呢？那天我拿着年纪低的奖状，满怀期待的走进家门，我想这次妈妈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一定会夸奖我的努力。可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我所期望的那样发展。妈，我回来了，看我这次考试的成绩。我兴奋地挥舞着手中的奖状，妈妈却只是扫了一眼，眼神里没有我期待的骄傲和喜悦，反而闪过一丝不满和烦躁。你哥哥这次没考好，你还有心思炫耀？妈妈的话语像一把寒冰剑，瞬间刺穿了我心中最后一丝期待。我愣住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妈妈，我是想让你知道我也很努力，也很优秀。然而回应我的却是一记清脆的耳光，我的脸火辣辣的疼，心也如同被撕裂一半。可妈妈却更加生气，她猛地站起来，一把夺过我的奖状，狠狠地撕成两半。哭什么哭？你这就是故意的。她的声音充满怨恨。你给我记住，家里的一切都是你哥哥的，你最好不要有任何妄想。慢慢冷冷地说道，然后转身离开。那一刻，我明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无法取代哥哥的地位。现在想来，上一世所发生的一切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妈妈连同哥哥和嫂子毫无愧疚地将我害死，这一切都是有迹可循的。重生一世，我原以为我已经做好了面对一切的准备，却没想到这个残酷的事实可能正在等待我。我也许并不是亲生的。我抬起头，直视着妈妈的眼睛，试图从她的表情中找出答案。而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了她眼中一闪而过的心虚，她似乎并不敢与我对视太久，很快就把目光移开了。这一切更加坚定了我的怀疑。亚姐，你妈妈是在气头上才这么说的，你别往心里去。和朝娣试图打人场，但她的眼神却闪烁不定，显然也在心虚。见我不为所动，她急忙站起来，试图缓和气氛，一边朝我妈使着眼色，一边把她拉走了。我看着他们俩，心里一阵冷笑，他们以为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傻乎乎的相信他们的话吗？我微微侧头，目光落在窗外，天空阴沉沉的，暴风雨仿佛下一刻就要来，但风雨过后，终时会见到阳光。重生一次，我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想要赢得他们认可的好儿子、好弟弟。我要让那些曾经伤害过我的人付出代价，
这回这几个人竟然出奇得逞得住气，没有再伸手向我要钱，反而对我的态度热情的过分，仿佛我成什么香饽饽。每天傍晚，我刚踏进家门，许久没回家的哥哥就热情地迎了上来，一把拦住我的肩膀，他故作神秘地笑了笑，悄悄地说，小弟，我在外面赚到钱了，现在不大不小，也是个老板了，装修的钱怎么能让你出呢？我故作惊讶地看着事业有成的哥哥，哥哥笑得更加猥琐了，眼睛眯成一条缝，仿佛藏着什么阴谋。他凑近我的耳边，小声说，这次回来还有个好事要告诉你呢，我有个合作伙伴，想送我个漂亮妹子。但你知道我有媳妇了，但这种好事做哥哥的不得想着弟弟，所以你想把这个机会给我。我一愣，还有这种好事？我转头看向妈妈，她正在厨房里忙碌着，但听到哥哥的话，也露出了兴奋的笑容。她探出头来，对，妈已经替你见过了，那姑娘1.7米，肤白貌美大长腿，长得特别有福气，一看就好什么样，条件也是顶好的。说着，妈妈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递给我，我接过照片一看，果然是个绝色美女，美得让人窒息。哥哥一脸坏笑的看着我，咋样？同意的话，哥马上给你们安排见面。看着妈妈、嫂子和哥哥一脸期待看着我的样子，我也有些心动了，便直接答应了。他们一听我同意，整个人都高兴的嘴都快笑裂开了。哥哥拍了拍我的肩膀，得意的笑道，今天晚上9点，阅历4033号房间，让你先验验货，可要好好表现哦。说着，哥哥还冲我挤了挤眼睛，一脸猥琐不怀好意的笑容。妈还特意为我烧了10全大补汤，她热情的催促我多喝点。饭桌上，哥哥突然起身去接了个电话，回来时他的脸上挂着一丝难以掩饰的笑容，他一边坐下，一边对我妈说，妈，给我也盛点内汤吧，感觉今天特别需要补补。嫂子在一旁看着哥哥那副模样，脸上泛起一抹羞涩的红晕。一连喝了几碗大补汤后，哥哥火急火燎的站了起来，连看都没看嫂子一眼，直接夺脑而出。嫂子似乎不甘心，想要上前拖住他问清楚，但却被我妈一把捞住，你一个女人家的，没了男人就不能活了吗？我妈的话语中带着不满，我儿子可是有大事要忙，要做大生意的人。嫂子气的饭都不吃了，直接甩脸色回房了。我妈见嫂子那副模样，火气更甚，直接站在她房门口，说着恶心人的话。我拿上房卡也紧随即后出去了。我妈看到我拿上房卡出去的那一刻，兴奋的都忘记了，继续骂嫂子，提前的给我拿上衣服，送我出门，活了2辈子，头一次感受到这种待遇。第二天，我早早起床，从外面的早点摊上带回了一桌子的美食，坐在餐桌旁，悠然自得的品尝着。突然，厨房门口传来嫂子的惊叫声，你怎么会在这？就在这时，妈妈也闻声而来，她一边走一边都浪着，显然对嫂子的叫声感到不满。但当她走进厨房，看到我后，瞬间愣住了，手中的手机都差点掉落。我看着妈妈的惊愕的表情，忍不住好笑出声。我站起身，走到他们面前，微笑着问，要不要也来尝尝这早点？然而，两人都如同见到了鬼一般，神情紧张害怕。妈妈急忙拿起手机，试图联系我哥，但无论怎么拨打，电话都无人接听。我忍不住嘴角上扬，露出一丝戏谑的笑容。妈，嫂子，你们和我哥哥拿着刘亦菲的照片来骗我，是把我当傻子吗？嫂子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手中的手机滑落在地，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妈双眼瞪得大大的，不敢相信我竟然识破了他们的计划。我走到嫂子面前，弯腰捡起地上的手机，打开浏览器搜索刘亦菲，将手机轻轻地在她眼前晃了晃。你们以为这种小把戏能骗到我吗？妈妈一愣，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她吞吞吐吐，我们也是为你好，想给你找个好媳妇。我上前去带着笑意，轻轻拍了拍妈妈的背。既然妈这么喜欢这个儿媳，我相信你一定能得偿所愿的。有了上一世血的教训，一早我就意识到这一家人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这个血包。找我借钱当天下午，我就过了2个私家侦探，一个暗中跟踪我哥，另一个负责盯紧我妈和嫂子。不出2天，果然有了发现，我哥居然在和一个肥头蛋看着有50岁、穿金戴银的老女人接触，老女人身上左青龙右白虎的，一看就不是善类。我哥收了钱，拿了房卡信，是淡淡的保证一定把人给开带到。他们可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啊，见我不掏钱，这是要把我卖了。我哥有个广为人知的爱好，按摩找技师，嫂子为此也曾吵过无数回。我趁机在他常去的那家会所里充了10万，只要他去，都给他安排2个美女技师为他服务，每次都点299套餐的塔，还以为自己魅力四射，您的美人放心，在那沾沾自喜呢。昨天晚上，那2个美女技师约他去喝酒，他怎么可能忍得住这种诱惑？于是喝了大补汤之后，就雄赳赳气昂昂的去赴约了。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都是我精心安排的。我哥被灌得晕头转向的，连自己拿的房卡是4033都不知道，进去前还幻想着和那2个小美人共度良宵。一直到3天后，我妈和嫂子才打通了我哥的电话，只可惜是医院接的，说是差点透支而亡。到医院瞧见他，嘴唇苍白，双颊凹陷，眼下乌黑的样子，想想就瘆人，不仅为那座青龙右白虎点的赞，强。医生说我哥伤到核心部位，这辈子恐怕都不行了，就连想下床走路都得休息个1年半载。妈妈听到这个消息，瞬间崩溃了，她边哭边用力捶打着地面。与此同时，嫂子也在一旁愤怒地叫骂着，是哪个丧尽天良的贱蹄子把我老公害成这样的，我非要找他算账不可。就在这时，一个护士拿着张银行卡走了进来，谁是高伟家属？原本还在叫骂的嫂子，看连银行卡眼睛都亮了，我是他老婆。护士把银行卡给了嫂子，说我哥送过来实在内裤里的，
我叫我妈还沉浸在我哥这辈子都不行了的悲伤中，故意走上前去，装出一副关切的模样，安慰道，妈，别哭了，你还有一个儿子呢。然而我的这番话却像是点燃了炸药桶，他猛地抬起头，双眼通红地瞪着我，怒气冲冲地说道，家里的一切都是你哥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说着转身就要往家里走，扬言要把我赶出去。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心中暗自窃喜，这一切正如我所愿，我坐在监视器前，静静地监视着他们一家。早在被赶出去前，我就已经在家里装了隐形摄像，现在这家里已经是一团糟，躺在家里连下船说话力气都没有的哥哥，原本要有阳痿的妈没的哥哥撑腰，被嫂子训得跟孙子一样。嫂子拿着哥哥卖身的钱，把新房做了一个精装修，装修好之后，我装作想要缓和关系，送去了一个发财树。我告诉我妈和嫂子，这盆发财树找大师开过光，放在新家能保佑我哥升官发财，顺风顺水。其实里面也被我装了一个小型监控，过了几个月，我和身体恢复了些，至少能下床走路了，上了一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嫂子提出想要把新房借给他弟结婚，然而这一事却安静的出奇，明明弟弟婚期将至，却一嘴也没提。我总感觉不对劲，打开新家的监控一看，好家伙，原本的现代轻奢风装修，现代变成了农村土不土洋不洋的样子。白色背景墙上挂了好几幅花开富贵，还有大牡丹。没一会儿就见一个又黑又糙的老太太和一个尖嘴猴色的男人走了进来，这两人是嫂子和招娣他妈和他弟，上一时就是他们一家人，害我瘫痪。这一时因为我的干涉，导致我哥现在一推就倒，没了我哥的震慑，装修房子的钱落到嫂子手上，新房的钥匙自然也在嫂子手上。怪不得嫂子这一事没有提出借新房，原来是已经给出去了。只可惜我不会让他们这么爽快，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业主信息留的是我妈的，说来可笑，这房子当初我也是出了钱的，我哥结婚了，我妈当时嫌老房子急，想要换个大房子，她出了一部分钱，但是还是不够，是我给她垫上的，说是为了让我安心。这新房的名字写的我妈的，这新房隔壁住了一个没素质的死宅，当初刚拿到房去看房时，我们家便与隔壁起过冲突，隔壁死宅把垃圾堆的都快把我们的门堵起来了，让二次元死宅战斗力极强，就连我妈我跟我嫂子这三个不是省油的灯都干不过，最后只能自己清理，最后骂了几句，打碎牙往肚子里咽。我假装隔壁死宅给物业打电话，说8栋6022扰民，打完我将监控切回老房子。我妈接到物业的电话时，嘴里还嘀咕着，这不会是诈骗电话吧？先房子还没住进去，怎么可能就扰民了呢？我妈把这件事告诉了嫂子，嫂子脸色一僵，有些心虚，妈，估计是物业搞错了，你要是不放心，我回头再去问问。我妈一走，何招娣就迫不及待的给他弟弟和妖族打去了电话，低声叮嘱，你注意点隔壁的死胖子，物业都打电话来了，要是被他闹出点动静，让家里这个老太太知道了，这房子咱们可就用不成了。何耀祖可不是个省油的灯，吃喝嫖赌打架样样来。一听这话，他当即火冒三丈，狠狠地敲响了隔壁的门。隔壁的胖子正沉浸在游戏的世界里，耳机里传来的是激烈的战斗音效。听到何耀祖的叫骂声，他抓起自己的武士刀就冲了出去。何耀祖还在不知死活的挑衅，那胖子一把抓住他，举起刀就要劈下去。何耀祖吓得急忙窜回了家，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的瘫坐在地上。隔壁胖子还不解气的拿着刀在门上砍了4、5刀才回去了。何耀祖的他妈何曾见过他宝贝儿子这么被欺负，在门口又哭又闹，又是捶门的，结果被隔壁胖子一把甩到墙上，疼得他嗷嗷直叫。这栋间闹得整层楼的人都下来凑热闹了，最后有热心肠的邻居报了警，把何耀祖的妈妈送去医院。隔壁胖子也因故意伤人进去了。我嫂子在家接到电话时，吓得脸色苍白，路得走不稳了，说他妈病了，放下电话火急寥寥的赶去了医院。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我妈有个习惯，每天早上8点都要在小区广场聊一会儿。这天一大早我就找2个老太太，每人给了300块钱，让他们在我妈旁边谈了一个八卦。你听说吗？湘江丽都8栋6023打死一个老太太，现在人还在医院呢。其中一个老太太神秘兮兮的说道。我妈也听，经理咯噔一下，8栋6023不正是我们家的新房吗？我妈急忙问着梁老太太有没有记错，那梁老太太演技超群，拍着胸口保证自己没记错。我妈联想到前不久物业才打过电话来，吓得急忙回家告诉我哥，两人也跟我嫂子一样，火急火了地打车去了新房。这一去和正在家里躺尸，都和耀祖撞个正正。我妈火气蹭了一下就上来了，看着自己儿子半条命换来的钱装修的房子被这么糟蹋，上去对何耀祖就是一顿挠。只可惜我妈和虚弱的我哥根本不是何耀祖的对手，两人愣是被何耀祖扔了出去。我妈在门口又哭又闹的，很快又来了一堆凑热闹的邻居，我哥嫌丢人，转头就走了。到家后，我妈弄起冲冲的打给了嫂子，一个丧尽天良的贱蹄子，竟然敢拖我房子，你现在感觉给我死回来，我好好的房子被糟蹋成这样子，不赔我钱，我让我儿子跟你离婚。嫂子原本还有些慌张，一听离婚立刻打满了鸡血，就你儿子现在这样的废物，跟我离了你，给他当老婆，他连生孩子的能力都没了。我们家要祖借这个房子结婚洞房，是你们的福气，是这个房子的荣幸。和招娣一顿输出，直接把我给气晕了。我妈这次想起我来了，带着命令的语气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你嫂子她抢了我的房子，还把你哥欺负晕倒了，你赶紧回来一趟。妈，我最近工作忙回不去。我叹了口气说道，我跟你哥都被欺负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思上班？他在电话里头愤怒道。我亲了亲嗓子，妈，你找我有什么用啊？他们占你房子，你应该去报警啊！
我最近是真的忙，投资失败了，亏了好多钱，现在自己都快养不活自己了。我的语气中带着几分酷穷的意味，妈，要不你借我点钱吧？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声音带着几分无奈。电话那头，我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骂骂咧咧地挂断了电话。我对我妈的性格了如指掌，在当前的情况下，她不太可能选择报警，毕竟真的把何耀祖和他老娘抓起来，谁背他钱呢？果不其然，我打开老家监控，我妈又给何招娣打电话了。这次她不再提离婚的事，而是转向何招娣最在意的宝贝弟弟何耀祖。如果你不赔偿我的损失，我妈冷冷威胁道，我就报警，让你弟弟何耀祖去吃牢饭。这招果然奏效了，我妈的威胁像一把刀，深深地刺入了何招娣的心中。要知道，何耀祖结婚是他们老何家的头等大事，一旦何耀祖被抓进去了，他们老何家就等于断了香火，这是何招的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我妈威胁他不赔他钱，报警把何耀祖抓进去，何招的这才不得不放低姿态，低声下气地向我妈求饶，求我妈能放过他密码。但我妈自以为捏住了何招娣的脖子，丝毫不为所动。她放言，只要不给钱，就是要让他们老何家断子绝孙。晚上，何招娣带着何耀祖，手里拎着一些水果，匆匆从医院赶到我家，他们的脸上写满了赔罪的表情，但眼中的不甘却难以掩饰。何耀祖一开始还努力维持着表面的礼貌，但在我妈和我哥毫不留情的怒骂与讽刺中，他终于露出了本性。他冲上前来，想要动手打我哥，我妈眼疾手快，一把抓住了何耀祖，恶狠狠地威胁道，你动我儿子一下，我立刻就报警。说着就要往何耀祖的命根子上踢。何招的见状，急忙上前护住他弟弟，四个人就这样狗咬狗似地打在一起，场面一度十分混乱。我站在监控前，冷眼旁观着这一切，看着我妈和我哥被何招的姐的俩打，四人打斗着，渐渐打到了楼梯口。我妈边打边诅咒他们何家断子绝孙，说要报警，让他们一家子牢底坐穿。就在这时，何招的突然停了下来，他愣了一瞬，脸上闪过一丝银痕，他卯足了力气，猛地将我妈推下了楼梯，砰，连一声巨响，我妈重重地摔在了楼梯下。看到这一幕，我不由自主地发出了笑声。上一时，他任由何招娣害我，甚至在我最需要治疗的时候选择放弃，让我惨死在地下车库。现在的这一切都是他的报应。我哥看见他妈被推下去，惊恐万分，急忙上前查看情况。然而他并没有注意到何耀祖的动向，他也被何耀祖狠狠地推下了楼梯。我站在监控前，看着倒在血泊中的两人，心中却没有一丝波澜。就在我哥高伟才被推下去没几秒，警察就来了。警察进屋后，很快就控制了何招娣和何耀祖，是我报的警。早在他们起争执时，我就已经报了警。120很快便来将我妈后哥两人接走了。我赶去医院时已是3天后，我妈后哥两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只不过我哥严重点，他要前世的我一样连话都不能说。我妈虽然瘫痪了，但是还能说话，还能动几根手指头。我妈见我来了，一场激动，她就算这样了，依旧还想骂我，责怪我怎么这么晚才来。我邪恶一笑，阴哼哼地说道，刚给我哥火花完，不好意思来晚了。我妈激动的眼睛更大，手也颤抖着想要指向我，却只能无力地垂下，她眼中充满了震惊、愤怒和绝望，仿佛不敢相信我说的话。我无视她的反应，完美的拿出了一个早已准备好的空骨灰盒。妈，你看这是哥的骨灰盒，你知道吗？其实上一辈子死的是我。从小到大，你跟我哥想要什么，我都会竭尽所能的满足。可是你们为什么要任由何招的害我？我妈的眼中闪过一丝慌乱，她试图辩解，就被我打断，不用解释了，我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真相，因为我是爸捡的，对吗？我笑着给她咽了一辈子，在她耳边轻声道，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死的，就算是为了报答爸爸的恩情，我也会让人照顾好你的。说完，我转身离开了病房，留下我妈在那里哀哀的想说，却说不清楚。何招娣和耀祖两姐弟因故意伤人罪和入室抢劫，数罪并罚，判了无期徒刑。在法庭上，我拿出了监控，一陈述了他们的罪行，并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在听到判决结果后，何招娣和何耀祖都表现出了极度的震惊和不甘，他们试图狡辩，但他们罪行的事实无可辩驳，他们终于付出了代价。何耀祖、何招的他们一听，宝贝儿子要牢底坐穿了，一口气没喘过来，当场就没了。处理完何招娣一家后，我把我妈和我哥接处理医院，分开接的。我把我哥安置在了老房子里，我妈安置在新房子里，并且在他床尾摆上我哥的黑白照片。我为他们请了专门的人照顾，我要他们都好好的活着，活着慢慢地体会这一切的痛苦。前世伤害我的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我知道接下来的路还很长，而我也会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追寻属于我自己的幸福，全能完结。